小伙伴们，很开心又和你们见面聊天了。最近在房东群和大家探讨多套房投资的时候，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该先买哪种房型？如何配置房型最优？如何买对房型，以便最大的利用银行杠杆及最大限度的提高资金利用率？以下我就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做一些思维分享。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模一样套用，但是相信这套心得可以给您带来很多启发。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最重要的总结总是在最后。那今天的主题是：买对房型是否真的这么重要？该先买哪种房型？该如何配置房型最优？该如何买对房型，以便最大的利用银行杠杆及最大限度的提高资金利用率？买对房型是否真的能多赚几十万？答案是肯定的。本人就尝到了这项的甜头，因为买对房型仅仅1年多时间就带来了很可观的利润。好了，让我们直接进入细节分析。我会分点给大家解释我买房时所用的房型策略。在进入细节前，也请可爱的小伙伴们动动小手给我们点个赞。你们的支持对我们意义非凡。首先第一点，该先买哪种房型？答案是一定要先买带地，长远来讲增值高、竞争少的房型，也就是独立房。我爱买独立房的一个原因是我所在的城市就是现在还是有比较好的现金流。我以前09年买的公寓，5年后还是不挣钱。但如果当时要是买的相同地段的独立房，已经涨了20万。因为公寓总是不断在建，而带地的独立屋，特别是中心地区的，只会越来越少。我就是因为以前吃过买公寓的亏，才重新思考了自己买房时用的房型策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因为调整了策略，现在买到的房子95%都是正现金流，升值空间也非常可观。再者，作为一个建筑商，肯定更喜欢投资公寓，因为一块地可以建那么多套，比单建独立屋挣钱来得快，来得容易。他们一般是更爱建公寓，也就是说，将来公寓会越建越多。很多小伙伴们看到这里也许会说，为什么不买 Plus？ 资金利用率现金流不是更好吗？首先 Plus 要买到好的非常不容易，买 Plus 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买到租客流动性差的，现金流当下不好的，不但占不了 Plus 的好处，还会为您将来进行多套房投资带来困难。相比 Plus， 独立房更加刚需，遭到的租客群体数值会更高，差不多的租金，管理的租客也会更少，更省心。这是实战体验，因为我们也持有 Plus。 当然，如果能够找到条件非常好的 Plus， 先买 Plus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二点，聊聊如何通过挑选房型以达到最大利用银行杠杆这个目的。这里给大家举个实例，身边有一个好友，他买了5套公寓，买的时间早，总价值160多万。我们同样买了5套，但不是公寓，而是独立房加 Plus， 总价值是它的双倍多。很明显看出哪个更大利用了银行的杠杆，因为每套独立屋大概能租2400左右，公寓不一定能租到这个价格，除非特别好的地段。根据他告诉我的情况，大概每套公寓租1500，其中1000本金，500利息，除去管理费只剩大概700本金入袋。但是买的独立屋一般租金都能至少去到2200到2400，我们租出去的价格是2400，利息大概800，本金足足挣了1600。如果同样5套房，他每个月本金挣700乘以5套，等于3500，独立屋挣的是1600乘以5套，等于8000。这条账很容易看吧？当然，上面我们只是采取了简单的计算，还应该把税、
保险等费用算进去，因为篇幅有限，就只好比较贷款及所得本金这一项。也许很多人会说，独立屋也很费钱，有很多维护，碰到坏租客风险高，动手能力不强不敢买。以我亲身经验，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要看您会不会选，会不会算，会不会规划。时间有限，不展开来说，我们现在单纯聊两者的对比，即为何选对房型能最大的利用银行杠杆。关于如何挑选独立屋，以后会单独开一期来聊聊，比如什么因素决定该挑什么类型的独立屋。所以小伙伴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小铃铛，以免错过。别忘了，我们是一档专门教您各种投资技巧，让您变有钱的频道。接着聊上面的例子，买来的公寓除了管理费这个大支出每年都有可能在变，这个不可控因素外，还有就是您买了公寓，其实您没有真正成为它的主人，一切的决定都要整栋楼的人一起决定，您很被动。我就经历过，很多时候我不想做的决定，但是大部分人说 OK 了，我们也必须 OK。当时我们买的那个公寓有一边贵一点，一边便宜一点，但是因为同一个共管，您如果在便宜那边的没享受到那个服务，却也要掏那个费用。买了5套公寓的朋友就和物业起过矛盾，因为每次租客住进来还要帮家使用电梯的费用等等。第3点，别忘了每个银行对投资者所买的房屋套数是有规定的。以我所在的加拿大为例，大部分的银行只能给您贷5套。如果投了5套公寓，也就是说您在用掉这些额度，但没有最大的利用银行杠杆，没有最大限度的提高资金利用率。再者，您先买价值大的，回头买价值小的容易，反之则不亦然。看多伦多、温哥华就知道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能买得起独立房？没办法，就只能入手公寓。当然，买多少价值的独立房和买在哪里也很重要，买错类型后果也很严重。如上面所说，以后会开一期单独来分析。最后的结论就是，无论买独立屋还是买公寓，买了总比没有买好。只是说现在的情况还能够买得动，价格相对于超高的大城市还比较优惠的情况下，买的顺序是重要的。如果能找到性价比高、房屋状态好、租客流动性大的 Plus， 就先买，然后到独立房、Townhouse， 最后才是公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买楼花。好了，这期分享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如果喜欢这期内容，请可爱的小伙伴们也给我们点个赞，并把这期内容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免他们走弯路。我们之前走过的弯路也付了学费才悟出来的。好了，下周5我们再见，拜。